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昨天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0.15%的下跌，下跌幅度虽然不是很大啊，但是这个位置的调整非常关键。原因是我们在之前的行情当中看到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由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构成。那么悟空阴线呢，代表了一段行情下跌趋势的开启。悟空阴线呢，源自于震荡和反弹过程当中被压制在上涨或反弹过程当中的500年的时间里，突然从石头缝里出现的标志性的下跌的 K 线，我们管它叫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那么就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那么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走出一轮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小时线级别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在反弹结束之后呢，大的趋势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依然看到周线级别它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并且这轮下跌趋势在周线级别上已经完整的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组，因此呢，在悟空阴线组的趋势下。在这个大的时间周期下跌的趋势下，下方有可能走出八戒阴线、沙僧阴线，甚至是唐僧阴线。那么行情在日线级别上，这里出现一根1%的反弹阳线，也就是说，在上周五出现的这1%的上涨的反弹阳线。阳线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并且这个位置上存在169均线做了一个支撑，因此呢，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反弹，我认为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这里的反弹不构成反转它的大的趋势呢依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因此呢，对于比特币来说我们认为比特币、A 股、美股是一根绳上的几个蚂蚱，或者是一根绳上的几个绳结。一个绳结跳动的话，一定会影响其他绳结的运行。因此呢，比特币大概率会跟随美股运动所以呢，一定要关注美股行情。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的 K 线当中。那就在昨天我 YouTube 频道的封面图上就给出了$28,300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我标题图就给出了这个位置。那么我们看到最高点就是在28,447我和这个现实中的最高点，我们预测的高点和现实中的高点仅差$147，微乎其微不足1%。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为什么判断$28,300为什么这个位置是行情当中多头发育过程当中的最大痛点呢？就是在这里上方呢，我们看到$31,000附近，我们可以画出一个波峰连线连过来的就是根据已知条件画出来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刚好在$28,300构成了压力线，因此呢，判断这个位置上容易出现下跌。同时呢，我们看到行情在4小时级别上出现了以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我们认为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那么变盘的形式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到从行情形成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首先出现下跌，下跌之后发生反弹，反弹过程当中虽然强势突破了4小时级别140均线、169均线，并且一度上行，但是上方是遇阻的。同时呢，这轮次的反弹，它的反弹的时间点刚好是近焦点和焦点的这个区域上。近焦点发生跌破焦点位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焦点位的吸引力作用，把行情吸引过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外围市场美股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反弹机会这一点我也在前面课程当中说了，上周五就提到了上周五我就说了，美股要在下周一也就是本周一休市。那么休市之后，美股有3天周六、周日、本周一休市3天。那么这3天呢，就构成了比特币的一个反弹机会。但是反弹不构成反转，它是有一个终点的。这个终点呢，我在昨天给出了，就在28,300这个位置上要考虑做空或者是多头获利暂时出局减仓。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终于看到了它最终形成了我们非常不愿意见到，但是最终出现了的一个双重巴特。什么是双重巴特呢？就是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双重的几字形结构先是下跌，然后反弹，然后再次下跌，
这样的几字形结构在行情当中对于超级主力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我认为是多空双方向的一个绞杀型动作啊，在这个绞杀动作之后，行情才会延续它既有的方向。那么目前为止，在日线级别上啊，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看到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息有在这个位置上出现啊。那么根据我们 K 线息优战法时间级别现货方向切换呢，就有日线级别下跌息优之后，它会容易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这里的反弹呢，我们也看到了日线级别下跌息优完成之后出现低点25811啊，在这个位置上开启了一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动作。反弹动作完成之后，围绕这个反弹形成的上涨的筹码缺口，不断的回补，最终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啊，收敛三角形是由回补动作产生的。然后回补动作完成之后，在近焦点区域上发生变盘，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如果美股继续下跌的话，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很多时候美股的反弹让比特币出现微弱的震荡，但美股的下跌呢，会带动比特币的快速下行。因此呢，如果美股出现震荡或者下跌的趋势，那么比特币大概率还会跟随。那么在周线级别上在周线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看到4月17日，比特币走出悟空阴线，那么后面的行情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悟空阴线做的震荡。因此呢，我们把后面的几根 K 线，把这里的 K 线呢都叫做什么呢？都叫做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K 线息优战法当中把它们称作妖怪 K 线。那么妖怪 K 线主要是为了干扰我们对趋势的判断。在悟空阴线出现之后这个位置4月17日悟空阴线出现之后，下方就有可能走出8间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与上涨西游与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这个位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对称性时间级别的下跌很可能会出现。那么未来我们给出的下跌方向当中的目标点位在22000美金不变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长达接近2年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启动时间点在20年9月一直震荡过来之后，这个位置形成一个重要的支撑线。这个支撑线呢，同时也是23年1到3月份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因此呢，如果比特币出现周线级别下跌息有目标点位我们给出在22000美金这个位置上要把仓位多头仓位或者是现货把这个仓位搞上来。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前面的反弹过程当中，我让大家建立一个观察仓。这个观察仓起到什么作用呢？起到你同行情有联系，只有你同行情有联系，才能够在未来2年的超级大牛市当中获利。那么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它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上涨，特别是在以太坊和比特币这个永续行情当中，可以看到持续上涨。回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现货行情当中在这个行情当中，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可以看到这里面存在一个支撑线，启动时间是在22年5月份不破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延长线的部分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支撑，支撑位是在0.066到0.065这个区间上。那么目前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强势行情，因此呢，以太坊是强势于比特币的。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在日线的结构上来，以太坊对比特币的结构，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这里是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启动时间和比特币的悟空阴线它的时间是对应的。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间阴线组，那么目前行情处在一个沙僧阴线组的势力范围，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下方可能会走出一个日线级别唐僧阳线，最终呢可能会在1650美金附近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一定的大的反弹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3月9日的这个行情当中就达到了144均线和169均线的粘合的这个位置上，最终呢形成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欧出现了高点2146，所以呢，下一步行情的机会对于以太坊来说是在1600美金附近出现多头的一个机会。但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出现悟空阴线之后，就有机会有可能走出8间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它的最终的如果出现更大时间周期的调整，它的最终的目标点位或者是底部可以
把仓位拉得多一些的位置是在1450到15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我们看到 Lina 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啊，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币种，在这轮的上涨动能当中，我们看到一组非常漂亮的日线级别上涨细由，由悟空一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我们认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完成之后啊，在K 线西游战法它的规律当中就有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完成之后容易出现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目前调整时间级别已经完成了一轮小线级别的调整，所以呢，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啊，我在0.25美金附近啊对 Lina 进行了一定的减仓啊，后面行情当中如果出现好的机会，还可以把它接回来。原因是在周线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底部位置走出悟空阳线之后，目前正处在周线级别八戒阳线的势力范围，上方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因此呢，对于 Lina 来说，它有大时间周期继续向上的一个动能。在这样的动能的前提下，我们在日线级别完成日线级别上涨细由之后就应该在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上进行一定的减仓动作。耐心等待它调整结束之后再把仓位补充进去。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悟空阴线出现之后，八戒阴线正在发育这个阳线呢是一个干扰性 K 线，下方呢在4小时级别上可能会出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所以呢，在这样的行情当中在高位要减仓底部调整之后要不断的把仓位补满。那最后呢，通过这样的操作，我们可能获得超出周线级别上涨细由我们单一点位持仓获得的利润因为我们是不断在震荡过程当中一定的仓位做了一些波段这样呢，我们能把这个币数做多之后呢，牛市行情到来，我们会获得超额的利润。那么还可以关注的一点就是 SXP。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 SXP 从4月4日一直调整至今1个半月的调整之后，让 K 线重新回到144均线和169均线附近。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是存在支撑的。我们刚才分析比特币和以太坊也发现了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都在4月中旬出现了一个在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的反弹。那么山寨币也一样打到这个位置上是存在一定支撑的。如果能支撑得住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 SXP 对下跌趋势形成一个很好的回补。这样的回补如果出现的话，目标点位呢是在0.58美金筹码密集区附近。所以呢，对于今天有启动动作、有启动意图的 SXP 来说是一个可追踪、可观测可建立观察仓甚至一定仓位的标的。特别是在我们看到 SXP 打到15分钟级别上，可以看到50日均线、10日均线这里是15分钟级别的50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了144均线和169均线，证明15分钟级别出现突破。那么这种突破呢，很可能在后面的行情当中，时间级别切换到小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上，这里面也出现了50日均线突破50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144均线、169均线。那么再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这个4小时级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上方存在压力今天的高点刚好打到4小时级别169均线这个位置上，如果能够突破0.44，上方空间将会被打开。所以呢，很简单调整出来4根均线，50日均线、10日均线、144均线和169均线。那么可以把50日均线、10日均线作为操作线，144均线和169均线看作是观察线。操作线一旦突破观察线就是我们布局的一个点位。同时呢，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找到更大时间级别上的一个支撑位那么目前我们看到日线级别50日均线、10日均线打到了144均线和169均线之上，因此呢，这个位置上构成一定程度的支撑。有了支撑之后，构成了今天超级主力做拉升动作的一个诱因。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刚刚回打了下来，这个回打的动作呢是同比特币发生了一定的同步所以呢，在回踩之后仍然有进场的机会，但行情当中一定要警惕风险，设置止损。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关注《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